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来给大家说说华佗和蔡文姬这两位当红奶妈奶爸之间要如何做选择。我们会先比较这两位武将在各方面的优劣，最后才会给大家一些各种队伍的选择建议。首先，第一个要比较的是两位的补血能力。两人的治疗都是全体，蔡文姬的补血量在有庄武后，数值也会变成和华佗一样的。治疗自身攻击力42%的回血，并且还多了一个对生命最低武将额外提升50%的治疗量。华佗提升的是暴击率，是游戏里少数能暴击的补血。华佗的暴击可以直接提升对全体武将的治疗量，所以在效益上是完胜只能针对血量最低武将做提升的蔡文姬的。华佗是游戏目前补量最高的奶爸，这点暂时还没有人能动摇他的位置，所以在补血能力上是华佗获得胜利。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位武将的辅助能力。蔡文姬的怒攻可以提升攻击力最高武将15%攻击力和20%的暴击伤害，持续2回合，并且可以叠加，这对于单核的支援是非常优秀的。蔡文姬同时也会对生命最高武将提升15%的防御力和20%受到的暴击伤害减免。生命最高武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队伍里防御最高的武将，所以蔡文姬的支援都是很有针对性的。它直接提升了队伍里攻击力和防御能力最强的武将。生命最高的武将有时也会是攻击最高的武将。所以蔡文姬的能力很适合用来辅助单核的队伍。华佗怒攻给的辅助能力是提升全体15%最终减伤和附加2层抵抗。虽然技能里没有写明，但这两样技能同样是可以叠加的。华佗的怒攻同时还有70%概率可以为我方清除一个异常状态。在释放医者仁心时，也可以提升目标20%最终增伤。华佗的技能几乎都可以对全体生效，而蔡文姬除了羁绊可以提升我方全体5%最终减伤外，其他的技能都是对单的。若以支援的能力和范围来看，在辅助能力这块还是华佗略胜于蔡文姬的。以辅助能力来看，华佗会更适合依靠整体的抗队，而蔡文姬则更适合依靠单核来输出的灭队。接着要比较的是双方的自保能力。蔡文姬有释放2次怒攻前受到的最终伤害降低20%效果，羁绊可以提升自身20%抗爆和全体武将5%最终减伤，再配合潜能，首次怒攻后减伤提升20%，在开局会有不错的生存能力。但缺点就是蔡文姬释放怒攻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一般在第1回合就可以释放2次怒攻，把伤害降低的保护效果给消耗掉，所以在第1回合后的自保能力就会下降。华佗的自保能力是来自于庄武给予的40%最终减伤提升，这个提升是永久的，并不像蔡文姬一样只能维持1回合。再加上华佗自身庞大奶量带来的续航能力，所以华佗在自保能力这一环节上也是胜于蔡文姬的。虽然蔡文姬的自保能力只能维持1回合，但这在灭队并不是什么大缺点，因为灭队本来就是1回合决胜负的队伍，所以影响并不大。而华佗永久性的自保能力也让他在抗队里会更有优势。华佗的羁绊虽然也能提升自身的自保能力，但这个羁绊一般都不会激活，所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要说蔡文姬有一项能力肯定比华佗优秀，那就是回怒的能力。两个人都是辅助型武将，在回怒的基础能力上是一样的，但蔡文姬胜在有额外回怒的被动，每当有队友发动怒攻时，蔡文姬都可以恢复200点怒气。能力不够就数量来凑，多发动几次怒攻就是了。华佗并没有任何加速回怒的技能，所以在回怒方面，蔡文姬是完胜华佗的。最后要比较的是最关键的救援能力，这是华佗和蔡文姬之所以能成为游戏里最热门补师的原因，没有之一。目前能联动输出的武将实在太多了，若只依靠常规能力来补血，可能还没轮到奶妈出手，人就已经没了。
华佗和蔡文姬那可以无视行动次序和被控制的及时补血救援，正是他们火热的原因。蔡文姬可以在我方武将受到致命伤害时，以扣除自身15%最大生命为代价，来换取队友的免死，并为其恢复50%最大生命血量，每场战斗最多触发3次。前提是蔡文姬自身的血量必须要大于30%，否则技能就无法发动。华佗的救援没有额外条件，只要有其他友方单位首次生命低于50%和25%时，华佗都会对其释放医者仁心。医者仁心除了可以治疗，还会为目标附加3层抵抗和提升20%最终增伤。可以看到的是，华佗的救援能力在功能和数量上再次的胜过了蔡文姬。华佗的医者仁心同样是面对全体的，理论上它可以为我方每个武将最多释放2次医者仁心，提供治疗、抵抗和增伤能力。但华佗的救援能力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免死的能力，一旦被强力的对手直接打死，就一次也放不出来，就和没有技能一样。如果只单纯比较对个体的救援能力，而不考虑对队伍整体的支援，我想在这点上是蔡文姬是比华佗强的。免死是不管你遇到多强的攻击都能把人救回来，是一个真正能起死回生的技能，这是华佗也做不到的事。蔡文姬的免死虽然只能释放3次，无法给予全队支援，但他却可以对同一个目标释放3次，可以用来保住队里最重要的主输出，或需要面对强劲火力的1号位。有时并不一定多就是好，能保住队伍里最重要的那位才是最重要的。蔡文姬和华佗在定位上是完全不同的2种武将，所以没有哪个比较好，只有哪个比较适合。蔡文姬的用处是保住核心，而华佗则是保全队伍。这是这2位武将最大的差异，也是大家在配对时需要考量的最大因素。华佗无疑是更适合抗队的，因为抗队更注重队伍的续航能力，华佗有能力满足抗队需要续航能力的需求，特别是一些需要依赖整体队伍，而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主输出类型的抗队，比如脏水队和纯盾的队伍。但若是有主输出的抗队，特别是只有单核的抗队，比如脏水江和盾江，蔡文姬会是更好的选择。自从魂槽和水镜上线后，反弹就开始抬头了。如果你的环境里有很多魂槽董卓之类的反伤队伍，那么蔡文姬的免死就必定不能少。蔡文姬的免死可以将你的主输出从被反弹死亡的鬼门关中拉回来最多3次，这是其他武将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也是为何蔡文姬能压过功能看似更多更好的华佗，即使到了游戏后期都不会被淘汰的原因。因为没有什么功能会比能保住主输出更加重要了。另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是吕布队，吕布的被动有降低反弹伤害的能力，所以即使现在反弹的环境很强，他也不需要蔡文姬。所以在吕布队里，可以提升整体续航的华佗是比蔡文姬更适合的。接下来说说灭队的情况，蔡文姬几乎是灭队的专属奶妈。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一般的灭队都不需要续航能力，而且他们最怕的就是反弹伤害。只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灭队，比如马典队和香香灭队会需要生存能力，所以也是有人会带上华佗，又或者2人都一起上的。除了按自己队伍的需要来决定带什么奶妈奶爸外，环境里什么样的对手多，也会影响我们使用哪一个奶妈奶爸。当然，一般已经定型的队伍无法换，但冲锋将却可以根据环境来自由调整需要使用蔡文姬还是华佗。如果环境里灭队多，那么使用蔡文姬会比使用华佗更有优势，因为能阻止灭队联动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让他们打死人回怒。在这点上，华佗并不一定能做到，还是蔡文姬会比较好用。主要还是看队伍有没有开场护盾之类的被动技能可以帮忙扛伤害。冲锋将打抗队则会需要续航能力，当冲锋将无法一波造成对面减员时，就会需要续航能力来续战。当然这还得看对面是什么类型的抗队，若遇到的是反弹厉害的抗队，自然还是用蔡文姬比较好。
若是碰到火烧或脏水队这种的，就是华佗比蔡文姬好用，因为华佗的抵抗也比较克制这些队伍。冲锋将是个非常有弹性的队伍，虽然在大部分的场合上，我们都无法提前知道对手的组合，当在汉中争霸时却可以。冲锋将可以针对对手的队伍布局，来决定要先踢掉对面哪个武将，上不上开场护盾，需不需要解控和使用哪一位奶妈。所以怎么选择奶妈这点，学起来是没有坏处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